男孩在舞蹈课上不小心踩了女孩的脚，他慌忙蹲下身子去擦鞋上的污渍，结果一不小心，宇振见状想要上前帮忙，可这种情况只会越帮越忙。秀雅在同学的笑声中尴尬地走出了教室，此后两人便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。直到高3毕业典礼这天，秀雅再次找到宇振，让他在留言册上写下想说的话。宇振有些受宠若惊，他认真地在本子上写了起来。秀雅走后，宇振发现自己的笔不小心被带走了。等他追出去时，已不见秀雅的身影。宇振是学校的体育生，被保送到了体校，而秀雅则考上了另一所大学。本以为两人不会再有任何交集，可宇振却对秀雅念念不忘。大学期间，他一直想找秀雅表明心意，可每次电话接通后，他又紧张起来，草草地挂断电话。直到他们都大学毕业，这天宇振再次鼓足勇气决定表白，可电话接通后，他又害怕起来。好友见他又要打退堂鼓，便把他堵在电话亭。在红酒的帮助下，两人终于成功通话。宇振准备无数次的表白，在此刻却成了。就在宇振懊恼自己浪费了表白的机会时，电话那头的秀雅却答应和他见面，把笔还给他。这晚宇振高兴得像个孩子，又蹦又跳。第二天，宇振一件粉红西装十分亮眼，秀雅从包里拿出笔还给他。宇振本想约他去看电影，可话到嘴边却成了。看到秀雅马上就要走远，宇振终于再次鼓足勇气。完了。就这样，两人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约会。吃完饭等公交时，天空又下起了雨，他们在雨中谁也舍不得先行离开。直到最后一班公交车的到来。秀雅和宇振告别后便上了公交，看到心爱的女孩就这么离开，宇振眼中满是失落。不久，车上的乘客都纷纷看向窗外，秀雅也好奇地转过了头，结果看到宇振正在雨中奔跑追赶公交。宇振气喘吁吁地来到秀雅面前。看他这副傻傻的模样，秀雅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她起身帮宇振擦去额头染发的颜料。此后，他们的约会也频繁起来。电影院里，秀雅认真地看着电影，宇振的心思却根本没在这里。他千方百计想要去握秀雅的手，几经试探，他终于如愿以偿。秀雅奇怪地伸出双手，宇振这才发现刚才握的是后排大叔的脚，滑稽的模样让秀雅忍俊不禁。秀雅明白宇振的心思，等公交时，她主动把手伸进宇振的口袋，两人在此刻也终于确定了恋爱关系。本以为他们会这样一直幸福下去，可突如其来的一场意外打破了这一切。宇振在一次训练时突然晕倒在了泳池里，经过检查发现他的大脑出了问题，以后都不能再参加剧烈的运动。为了不拖累秀雅，宇振忍痛和她提出了分手。他决定见秀雅最后一面，然后独自回到乡下生活。结果看到秀雅上了一个男人的车，车上的秀雅发现了宇振，她急忙下车追了上去，结果在过马路时不小心发生了车祸。秀雅在病床上昏迷了1个月，当她再次从病床上醒来后，便迫不及待地来到乡下找到宇振。她说了一些奇怪的话。之后，秀雅不顾父母的反对，嫁给了宇振。婚后，他们生了一个儿子，取名志浩。可就在志浩8岁时，秀雅却因疾病离开了人世。临走前，她给儿子讲了一个故事：传说天堂和人间存在着一座云之国，人们上天堂之前会在这个地方停留，直到他们被家人完全遗忘才会离开。这天，一只企鹅妈妈来到云之国，她每天从云缝里俯瞰人间，思念着自己的宝宝。等到雨季来临时，企鹅妈妈偷偷搭乘雨滴列车来到人间，找到了自己的孩子小企鹅。企鹅妈妈带着小企鹅一起玩耍做游戏，还教会了小企鹅怎么捉鱼。他们幸福地度过了一段时光。可是雨季很快就结束了。雨滴精灵告诉企鹅妈妈，如果在云散之前没能搭上雨滴列车回到云之国，那她就要直接去天堂，以后再也不能从云缝里看到小企鹅了。企鹅妈妈笑着和小企鹅告别。再次回到云之国的企鹅妈妈，每天都从云上看着小企鹅，只是以后她再也没有哭过。志浩相信妈妈会在雨季乘坐雨滴列车回来，于是便拉着爸爸一起去车站等妈妈。可直到天黑也没见到妈妈的身影。就在他们失落的往回走时，却在隧道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志浩跑过去喊醒了昏迷的女人。宇振不敢相信去世的妻子竟真的活了过来。他们把秀雅带回了家，可秀雅却如同失忆一般什么也不记得。为了帮她恢复记忆，宇振讲述了他们从恋爱到结婚的故事。秀雅也再次爱上了宇振。早上，秀雅会耐心地帮志浩系好纽扣，一家3口再次回到往日甜蜜的模样。可是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。这天电视里播报雨季很快就要结束，父子俩明白雨季结束，秀雅就要离开。上班时，宇振接到儿子同学家长的电话，
说志浩老是往他们家的车上泼脏水。宇正询问儿子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志浩却哭了起来。原来同学说只要他家一洗车天就会下雨，志浩这么做只是想让雨季延长。看到儿子伤心痛苦，宇正决定做些什么。他捡来很多树枝堵住洞口，想要以此阻止秀雅的离开。另一边，秀雅在房间发现了自己曾经的日记，她明白自己将会在不久后离开，于是决定教会儿子独立生活。秀雅开始教志浩煎鸡蛋做家务，让他学会如何照顾自己，照顾生病的爸爸。转眼到了志浩的生日，秀雅买来一个蛋糕为他庆生，一家三口开心地唱着生日歌，并拍了合照。很快雨季就要结束了，隧道口的树枝却被雨水冲开。宇正明白无法阻止秀雅的离开。这天，志浩的学校举行了文艺演出，宇正上班的游泳馆发生了事故，为了救溺水的人，宇正再次陷入昏迷。秀雅只好一个人来到学校为志浩加油。舞台上，同学们都说着自己的梦想。 아이돌 가수가 돼서 훌륭한 영화배우가 되는 것이다. 무지개장갑이다. 빨리 커서 의사가 되면. 当轮到志浩时，他却说 청소를 잘한다. 他的话让周围的同学十分疑惑。 너무 세게 틀면 안 된다. 먼지가 더 안 들어온다. 계란 후라이는 약한 불에 탁 쳐서 살짝 빨래도 잘한다. 팡팡 털어서 널어야 한다. 志浩说他会记住和妈妈的承诺，照顾好自己，也照顾好生病的爸爸。看到儿子如此懂事，秀雅早已哭得泣不成声。她知道自己是时候该离开了。看着洞口堆积的树枝，秀雅明白这肯定是宇正做的。这时志浩赶了过来，他哭着求妈妈不要离开。秀雅让志浩要学会坚强。 이제 가야 할 시간이 된 것 같아. 엄마가 우리 지호 더 빨리 못 알아봐서 미안해. 志浩哭着向妈妈道歉。原来志浩听亲戚们说过，妈妈是因为生他才生病的。 말도 안 돼. 지호가 있어서 엄마가 얼마나 행복했는데. 그리고 우리 지호가 없는 세상에서는 100년을 살아도 하나도 안 행복했을 거야. 另一边醒来的宇正正拼命朝这里赶来，结果在躲避大货车时不小心摔倒，自行车也摔坏了。当他强忍着疼痛赶到时，秀雅却远远地朝他微笑告别。回到家，宇正无意发现了秀雅留下的钥匙和纸条。他打开秀雅的日记，这才明白，原来他们的爱情开始的比他想象中还要早。那是他们高中报到的第一天，秀雅撑着伞走在狭窄的小巷，这时迎面走来一个男孩。就在秀雅犹豫两人该怎么经过时，男孩却主动收起雨伞为她让路。 秀雅瞬间被这个绅士的男孩深深吸引。更巧的是，他们还是同桌。为了能和宇正有更多的接触，秀雅故意在舞蹈课上踩舞伴的脚，让老师把他和左撇子的宇正分到一起。结果却发生了令人尴尬的一幕。直到毕业这天，秀雅再次鼓起勇气，以毕业留言的借口找到宇正。她好几次想要打电话给宇正，以还笔为借口约他出来，却始终没有迈出这一步。 直到那天，宇正打来电话，秀雅强忍着内心的狂喜，答应和他见面。彼此喜欢的两个人这才走到了一起。可宇正却因病向秀雅提出了分手。秀雅每晚都以泪洗面。那天，秀雅坐上的也只是普通朋友的车，车祸让秀雅陷入了昏迷。昏迷中，她穿越到了8年后，遇到了未来的宇正和儿子。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。当秀雅从隧道消失后，却在医院醒了过来。如果自己将来不跟宇正结婚，那8年后是不是就不会死去？ 如果跟别人结婚，是不是就能平安的度过一生？可那样的自己会幸福吗？ 내가 그 사고로 죽지 않고 살아날 수 있었던 건 바로 미래의 당신과 秀雅遵从内心的想法找到宇正，即使知道将来会遭遇不测，她还是义无反顾的选择和宇正结婚。宇正也终于明白他和秀雅的爱是双向奔赴，他把日记好好收藏了起来。后来志浩长大了。 生日这天，红酒送来妈妈提前为他准备的贺卡，这是秀雅在临走前拜托红酒的事，让他每年生日为儿子送上提前准备好的祝福。宇正相信秀雅肯定在云之国默默守护着他们，正如影片所表达的那样，面对爱情就应该倾尽自己所有的时间去爱，这样我们的人生才是无比精彩的人生。总会有那么一个人，值得我们义无反顾的去见一见。